Hello，大家好。嗨，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开一个机械键盘啊，这个键盘是京东精造，是 K3 Max 啊。这个怎么选这个呢？我挑了好久，然后最后还是觉得这个茶轴的这个键盘还行，就京东选的这个还行啊。这个其实是京东应该是贴的，因为它的那个牌子是那个。叫 Keytron， 我记得是叫 Keytron 啊，这个是在国外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机械键盘。我买的是白光的茶轴啊，太空灰啊，这个颜色应该是偏灰跟黑吧。然后这个键盘是84键的，然后稍微小一点，就只有键盘，主要是用来给Max 用，因为之前用的键盘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，所以今天就换了一个来试一下啊。这个是金招，我们先来给大家开箱，然后试验一下那个效果是怎么样的，好吧？北京世纪京东，这个应该是京东合作的，这个在这次双11的价格还可以啊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键盘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其实这个键盘默认是适应是 Max 的，然后它可以连3个设备，好像加上有线的话可以连4个，然后这里应该是有3个设备，然后双系统，那个 macOS 跟 Windows 啊，因为我有2个系统都有用，所以这2个可能都会用。我们来给它开一下，上面是一个键盘的印子，可能黑色看不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包装还行，都是黑的，然后有一个泡沫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上键盘，这是机械键盘的一个说明书，哇，都是精造，看来都是从头定制到尾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快速上手 2.4G， 有个无线键盘 USB 线，还有拔键器、支键帽，说明书，快速上手 A to C 哦，还上了个转接头，应该送了有一个转接头，还有一个接收器啊，接收器是 2.4G 的。然后键盘的话，应该是送了3个可以换，就 Windows 键跟两个 Alt 键，蓝牙键盘功能键，这个功能键好像不能锁了，不过也没什么关系吧。我看了有些评论说那个功能锁可能不是那么好用。然后这里有一些快捷键，我这个记不住哦，挺多的。侧面是有键盘，我们先大概看一下。调背光的，它这个键盘我买的是白光的，不是买 RGB 的。RGB 的可能也就玩个1-2次，因为电池的话可能还是不是那么好用。然后有线 Windows Max 充电的话是充电一闪啊，这些回头再看吧。键盘的布局，这个布局还行，好像是可以，它这个是没有 Insert 键的啊，写代码的人都知道，Insert 键在 Linux 下还是挺好用的，但是这个是没有的，所以这个到时候要看一下怎么去调。它这里还有一些特殊的按键，好像还可以定制，还可以自己改。然后这里有一些客制化 Max 的客制化的一些，这个回头再看。好，我看一下啊，还有系统切换啊，这些基本。然后其他的10米，不知道会不会断连啊？我看到有些设计师是有说可能会断连，不知道到时候试一下吧。那 2.4G 如果你 Windows 的话，就建议你换个键帽，然后连接。然后下面是软件啊，它有个软件的改的。然后系统切换，还有线调整背光，恢复出厂。键盘也要恢复出厂。好，这是键盘的一个本体，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配件啊。这里的 Type C 线是编辑线，那种编织线的，质量不错，真的看起来你看挺高档的，这种还是挺好用的。然后送的一个转接器，这应该是把那个 A 转 C 然后还有一个 2.4G 的一个接收器这个都是它都是包装起来。好，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是拔键器，把那个换那个键帽的因为它默认已经，我记得是默认已经是
macOS， 可能我不会去拔台，因为我会默认使用。这里还有一个有送两个转接哦，一个是 C 这是我们之前买的那种 OTG 一样的，就是把转成 A， 这个是 C 口的。然后键帽的话就送了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有哪些键。键帽合个正啊，这个就不用看了。生产日期9月份，这款是今年我问了客服，这款是今年8月份才上市的，但是之前在国外应该是比较久了啊。这应该是可以换掉一个 Enter 键，然后一个 ESC 键 ，ESC 键跟那个 Enter 键两个是比较明显的，所以总共是送了5个键帽，你可以自己换掉啊。如果你 Windows 的话就可以自己换，那我应该因为我是用主要还是用在macOS， 所以基本上也不用换。好，这边就没有了。我们来看一下键盘的本体，其实是还算是挺小巧的。好，我们把它拿开，看一下。真的很小，很小巧一个。可能要看一下啊，这个颜色灰黑，还有一个红，然后上面这边是2.4G 有线跟那个大家不看得到啊，应该是这样看一下，这里是总共有3个可能不太清楚，2.4G 有线跟蓝牙，然后 Windows 跟 macOS 它默认是打在那个macOS 啊，它其实可以同时好像是可以连多个设备，然后键盘的还挺小巧的声音不算很大，然后功能键 FN 键还有这个可能比我之前用那个好多了。好，然后下面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，好像也没有了，就只有这么几个按键。然后背面我们来看一下背面啊，背面这里是 K3M， 就是 K3 Max 金噪，然后那些贴的 Keychron 啊，这个是 Keychron， 然后还有一个2段式的那个加高的，可以腾高一点，所以如果你要高一点，这个是应该是幅度比较小一点，还可以再调一个幅度比较大一点的，它是2段式的啊。其实如果你需要加高一点的话也 OK 啊，这样就高很多了。这个茶轴的话声音还行，不是很大声，如果用来敲的话也能接受，还可以。键盘目前来说使用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我看一下能怎么开机然后这里亮了啊，键盘灯亮了，这个是连的是 2.4G， 然后这个是蓝牙的灯光还行，你看还行，这个亮度还可以，晚上打字的话也还 OK 现在目前应该是 2.4G， 然后这里还有个切换，好像是这种可以快速切换，例如说蓝牙可以切换3个，还有一个 2.4G 可以快速切，然后 Page Down Page Up Home， 还有一个灯光的一个切换那里还有灯光效果，看不看得到看不看得到，你看还有很多灯光的效果，听说有很多特效，可以你看按一个切换一个，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这个效果还不错。如果光线暗一点的话，这个还是挺酷炫的，不过白光的话我觉得已经够了Delete 键还行，退位键，然后这边可以改一下，好像可以把 Delete 改成音色，这个没有键帽，如果能送多个音色的键帽那就比较好了，可以把它改成音色，因为可能平时打那个会用的比较多，所以我觉得音色还是比较重要的。然后 Type C 接口，这个2段式键盘是挺小巧的，其实还不错，大家也可以上去看一下不是打广告，因为我自己也是自己买的，
我只是说觉得这个键盘看起来 OK， 而且挺小巧的，然后刚好是给 Mac 用，因为我之前用 MacBook 的键盘其实也是这么小，这个应该是直接可以放在笔记本上面，刚刚好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。后面如果是这个键盘有什么好玩的，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。鼠标的话，我暂时可能还会用回我的鼠标，因为我自己的那个蓝牙鼠标跟那个2.4G 鼠标非常多，包括有线的鼠标家里非常多，所以暂时可能还没有去跳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。